55岁退休当天，老公因挪用公款被警察带走了，挪用的公款全都给了一个妖艳贱货。老公留给我的银行卡余额10元，看着警察手里方山的消费记录，希尔顿酒店一晚8800，奥莱购物小票65000，看着我打着补丁的袜子，我一口老血险些吐出来。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辈子，老公却在外面为小三挥金如土，我简直是傻子他妈给傻子开门，傻到家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嫂子，哥借了我200万，您要是不还，我只有去您家坐着了。嫂子，方哥从我这儿拿了80万，这80万是我从我丈母娘那儿借的，您要是不给我，我丈母娘非剐了我。周瑾，我活不成，你全家都别想活。方山的一堆账务让我焦头烂额，看着老小三朋友圈里的欧洲游配着一堆购物袋，我的心像被人凌迟一般，生疼生疼，被要账的逼得没办法，心一横，索性选了最大的一个债主，在他家跳楼了。没办法，我要给我女儿留条后路。许是连老天爷都觉得我这辈子活得太冤了，跳楼后我竟然重生了，重生到1993年和方山领证的那一天。由此我总结出一个道理，只有太苦太惨的人才能重生，而我已经够重生的资格了。小瑾，今天是你领证的日子，赶紧起床。看着同宿舍的郑姿霞迫不及待地催我恨不得一巴掌拍他脸上。没错，郑姿霞就是那个妖艳贱货，一个老小三。当然现在她不老。小霞，今天是我领证，你激动个什么劲儿？郑姿霞似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一般，赶紧满脸堆笑。小瑾，我不也是为你高兴吗？方山那么好的人，你可千万别错过了。方山家里穷得叮当响，他是老大，后面弟弟妹妹一大串，我家的条件比他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老爸供销社主任，老妈国营大厂厂长，还错过方山。我呸！当年我是有多傻呀，才被郑姿霞洗脑了。小瑾，男人努力上进最重要了。方山一无所有，也就剩下努力了。话说当年我为啥注意到方山？郑姿霞的洗脑功不可没。也是，方山这么努力这么好的男人，当然应该配给郑姿霞这个老小三。不用等30年后，我现在就给你俩创造机会。郑姿霞，这辈子陪方山一起奋斗的苦你来吃吧。小霞，我肚子有点不舒服，麻烦你去给方山说一声改天再去民政局吧。郑姿霞还想再说什么，我躺到床上闭住眼了。没过几天，棉纺厂的工友们就开始议论了，方山的舔狗周瑾移情别恋了。方山早班的时候，周瑾没有给送饭，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周瑾来缠着方山了。看着大家议论的样子，我若无其事地走过车间，穿着我新买的高跟鞋，自信满满地走到我的办公室。没错，我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接电话，传达一下厂长的指示。当然，车间有什么八卦，再及时地传给厂长。刚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感觉特别不好意思，每天啥事也没有，就是喝茶看报，外加想想怎么追方山，妥妥把这大好的摸鱼时间都荒废了。感谢我亲爱的老妈，妈，你真明智。那个年代就知道了躺平，不过老天爷给的机会只有一次，这次我要换一种活法。我刚坐到位子上，方山进来了。周瑾，昨天领证你怎么没来？想起上辈子为了方山的创业，我一辈子省吃俭用，
不仅我省吃俭用，还苛刻女儿，不给女儿零花钱，让女儿过成了班里最拮据的那一个，好给方山减轻点负担。可我这么苛待自己，苛待女儿，我的好老公呢？人家在外面为了小三挥金如土，1晚8000的酒店，方山你还是人吗？想到这儿我就无法原谅他。看着年轻了30岁的方山，我恨不得把他的心剖出来看看，到底是黑是红。世上真有这种人，自己骄奢淫逸，却让自己老婆在家挖野菜吃。方山领证没来，自然是不想来。现在的我说起话来，自然不会考虑方山的感受。周瑾，要结婚的是你，悔婚的也是你，你到底要怎样？不怎么样。本小姐玩腻了，不想继续了。看着方山铁青的脸色，我知道自己成功气到他了。方山向来大男子主义，而且我又一直舔着方山，现在告诉他我只是玩玩，方山当然受不了了。周瑾，你别后悔。撂下这句话，方山气冲冲地走了。后悔？我当然后悔，后悔没有早日看清你的嘴脸。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只因我见识了你最落魄的时候，所以你恨不得早日脱离我。这种没有感恩之心的人，我真是瞎了我的狗眼。拜托方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家去。上辈子因为要跟方山在一起，我和父母断绝了关系，20多年来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后来过得不好，我更不敢回家了。真好，老天爷，你真好。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一定给你早晚3炷香，绝不反悔。爸妈，我回来了。妈妈从厨房探出头，怎么还没到周末就回来了？看着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我一阵唏嘘。上辈子方山东窗事发后，要债的一茬一茬，我又被郑姿霞从我自己的房子里赶出去。妈妈知道我把日子过成这样，气得没多久就走了。临走时还说，当初要是能再阻止我一些就好了。方山这那是老实啊，是一朝得意便猖狂，身边的人都没好下场。妈，我和方山结束了。我妈眼皮都没抬，你这是闹哪一出呀？看来我这个舔狗当得深入人心，我亲妈都不相信我能跟方山分手。不过我妈嘴角还是露出了笑。妈，我不想在棉纺厂了，我要换个工作。我妈这时还不知道，再过个2、3年，全国的厂子都不行了，工人近乎全部下岗。看似不好的公务员、银行等单位反而发展得不错。那么好的工作，你说不干就不干？该不会你和方山真分手了吧？妈妈一边炒菜一边劝我分手了，也没必要换工作呀。你不知道多少人都羡慕你的工作。看来老妈现在是不相信国营大厂马上就大厦将倾。现在我得赶紧为自己谋出路。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人，陈醉，那个车间里最不起眼的工人。陈醉，陈醉这个人在厂子倒闭后就下海经商，先是做服装，后来干大了又开始做超市。等我死的时候，他已经是知名企业家了。我总觉得陈醉不像其他的商人一样唯利是图。上一世方山被捕之后，警察通知我到公安局了解情况。我在王警官的屋门外等的时候，听到王警官屋里有人，能不能别告诉他这些？陈先生，对不起，对方有知情权，而且这是我的职责。我在屋外徘徊，陈醉从王警官屋里走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陈醉，周瑾。看着陈醉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我有些不敢相信，昔日不苟言笑的小工人竟然一跃成了上市集团董事长，而我此刻灰头土脸，正为了方山把我的房子过户给老小三的事焦头烂额。陈醉一直等我跟王警官聊完，坐在陈醉的车里，
我虽然不想告诉他我的惨状，但方山的事他想必早就知道了。周瑾，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我与陈醉虽然在一个厂待过，但却没什么交集，我怎么好意思麻烦人家呢？陈醉，没什么大事，我都能解决。方山虽然进去了，可我的日子也能过下去。陈醉似是还想再说什么，我匆匆地下了车。现在回想起来，陈醉是唯一一个在我家出事后愿意帮助我的人，这样的人想必是个温暖的人。想到这儿，我在路边买了一笼包子，拿着手里热腾腾的包子进了车间。陈醉刚刚上工，陈醉，我请你吃包子。陈醉的一只手戴上了手套，一只手戴了半截，两只手就这么停在了半空。周瑾，你请我吃包子？对呀，为了，算了，不为什么，就是买多了吃不完，想请你帮我解决解决。陈醉的眼神瞬间暗淡下来。此时我听到了周围的陆陆续续上班的工人窃窃私语，这周大小姐是怎么了？不追着方山了，改追陈醉了？什么呀？看他追方山那劲儿，八成是欲擒故纵呢。此时方山也从外面进来了，看着陈醉手里的包子，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了。此时上班铃响了，我冲陈醉笑了笑，这是我欠你的，快趁热吃。刚到办公室，郑姿霞就来了。小瑾，你知道吗？厂里要选一名广播员，你把我报上去吧。车间里太累了，我哪能长期在车间待着呢？趁这机会，你给厂长说说吧。天助我也，当广播员，每天动动嘴就行了。他不说，我还没想到。这么一说，简直是提醒我了。想当广播员，下辈子吧。虽然心里这么想，我还是甜甜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看着郑姿霞扭搭扭搭地走了，我高兴地笑出猪叫。广播员名单，呵呵，我把它放在的是棉纺2车间名单。棉纺2车间，整个厂最累的车间，老小三，整不死你。刚下班我就到车间去等陈醉了，陈醉没等来，方山却出来了。周瑾，你拿着电影票，咱们是要看电影去吗？今天算了吧，我带你回家见见我妈。看我手里拿着2张电影票，方山勉为其难地说：见你妹的，方山，不好意思，电影票不是给你的。还有，我跟你妈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没有见的必要了。好了，周瑾，我都这般低声下气了，你还要怎么样？方山可能还以为我在跟他赌气呢。呵呵，看看我上辈子的老公，我是有多好哄，多鬼迷心窍呀，才甘愿舔了他一辈子。这就叫低声下气呀。他怕是对低声下气有什么误解。方山，是我昨天说的不清楚吗？今天我就再说一遍，我跟你就是玩玩，我们结束了。此时身边陆陆续续过去了好多工人，好巧不巧都听到了。方山涨红了脸，周瑾，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你跟不跟我回家？周围围着的工人越来越多，连厂长也抱着他的保温杯溜达溜达的出来了。大家全都是一副准备吃瓜的表情。君子成人之美，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也得配合配合呀。还有什么比在公众场合让方山下不来台更打击他呢？方山，我们结束了，你以后别再找我了。说完径直来到了陈醉的面前。陈醉，你今晚有事吗？我想请你看电影。没有，陈醉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那走吧，我们先去吃南门口的羊汤好不好？好。陈醉看起来有一点愉悦。我回头看了一眼方山，脸色铁青，紧紧盯着我和陈醉，似是不相信我会和陈醉走一样。不过方山怎样与我无关。陈醉，你有没有想过下海？陈醉此时正叼着一口烧饼，
但我看见他眼里一闪而逝的光了。周瑾，你是怎么知道我想下海的？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陈醉的脸瞬间红了。早知道陈醉这男人又可靠又好撩，我上辈子打死也要和陈醉在一起。看着桌子对面眸光微亮的陈醉，我的心仿佛也被什么东西撩了一下。关键是陈醉叼着烧饼的模样简直太玉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奶狗吗？老阿姨的快乐我好像懂了。周瑾，你为什么把我调到二车间？你不知道二车间是最脏最累的吗？我知道，我当然知道，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呢？小霞，不好意思，我把你要去广播室的事和三车间的王芳调去二车间的事一并给厂长说了，厂长可能记错了。真的吗？假的。但是我满脸堆笑，你坚持一阵，我再找机会给厂长说，把你调回来。那小瑾，你要抓紧啊。好呀。小霞，我有一盆脏衣服没洗，我今天太累了，能辛苦你帮我洗出来吗？郑姿霞的脸霎时间变得五彩斑斓，好看极了。好吧，看着郑姿霞端着我一盆的脏衣服出，我怎么那么开心呢？郑姿霞去洗我的衣服了，我则在宿舍里看有关银行从业的考试。不为别的，棉纺厂过2-3年就难以维持了。银行这个现在大家还不看好的行业，以后却是炙手可热不好进的。10多天过去了，陈醉已经从棉纺厂辞职了，我还在自学。好巧不巧，方山这时也在准备银行的考试。上辈子他就是通过了这次考试，才进入了银行，一步步做到了行长的位置。这次，方山，我要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彪哥，有个小活，你接不接？彪哥是厂子里的二流子，平时跟方山就不对付，关键是他喜欢那个妖艳贱货郑姿霞。不知他怎么看出郑姿霞跟方山有一腿的，一直看方山不顺眼。哟，这不是周大小姐吗？你也有用到我的时候呀。彪哥，确实有件小事需要你帮忙。我跟方山分手了，因为小霞，我实在气不过，他见异思迁，你帮我教训他一顿。彪哥听我说是教训方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彪哥，明天上午8点，你在北市街等着，他从那儿过。还有，彪哥，我看他右手不顺眼。彪哥一副秒懂的表情。方山，这次再让你考进银行算我输。彪哥，你可要好好发挥呀。果然，第2天我从考场上出来的时候，方山才来。方山鼻青脸肿，右手打着绷带。彪哥真靠谱，回头给表哥加鸡腿。方山，银行这条路你是别想了，老老实实回你的车间去吧。1个月后，我如愿进了银行。陈醉也提前3年开始了他的服装生意。方山休息了几天就开始上工了。车间就是这样，你不上工就没有钱，右手不行，左手也要上呀。银行现在是上半天休半天。下班后，我来到陈醉的服装小门店，看到陈醉雇佣的小姑娘，我蹙了。无他，只因陈醉上辈子的老婆就是眼前的这个姑娘刘音。我知道我不该破坏陈醉和刘音，上辈子他们是夫妻。我这个时候和陈醉在一起，会不会变成第三者呀？可这么好的陈醉，我怎么舍得离开呢？陈醉看见我，来不及把手头的衣服挂好，就跑过来了。阿锦，你来了。这一阵，陈醉对我越来越亲密，仿佛再也不是几个月前那个沉默的大男孩了。陈醉一边同我说着话，一边过来拉我的手，丝毫不在意旁边还有一个刘音在。虽然我是从21世纪重生回去的老阿姨，可现在是90年代，
90年代男女之间多说一句话都是要被议论的，我多少还是有点顾忌的，把手抽了出来。但陈醉仿佛一点也不在意，又重新握住了我的手。刘音，店里交给你了，我和阿锦先走了。陈醉在前面推着28大扛，我坐在后座上。陈醉，你真的喜欢我吗？阿锦，喜欢一个人不是嘴上说说的，要看他做了什么。阿锦，你什么时候让我去你家里见你父母？陈醉，这进度也太快了吧？快吗？我只想赶紧把你娶回家。这么美好的爱情竟然是陈醉给我的，可我这辈子不想恋爱了，只想报复方山和老小三。老小三似乎是发现我跟他虚与委蛇了，晚上约了我吃饭，说要好好的谢我，一直费心的帮他。郑姿霞怎会如此好心呢？上辈子可没有这回事。不过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吃他一顿我还是乐意的。直到看到结账时郑姿霞龇牙咧嘴的表情，我就知道来对了。整整30块一顿饭，吃掉了他大半个月的工资，真爽。和郑姿霞吃完饭回家，郑姿霞非要拉我走一条平时不经常走的小路，这也太明显了吧。看着郑姿霞一路的表演，我很受用。这不纯纯的看傻子表演吗？毕竟我现在是20岁的外表，50岁的灵魂。阿锦，咱们走这条路回宿舍吧，能快不少呢。这手段，这表演太小儿科了吧？跟大妈斗，你太嫩了点。不过我还是提高了警惕。转过这条巷子，前方出现了几个混混，看着郑姿霞一点也不慌张，我就明白了。这时那群人已经围上来了，虽然他们用丝袜套着脸，但我还是认出了为首的那个。这不是巧了吗？彪哥，那几混混用力把我和郑姿霞分开，拉进旁边的2个巷子里。我被拉进巷子后，立马2个人过来摁住我，扒我的衣服，还有俩人这时开始脱自己衣服。我拼命挣扎，无济于事。这时候我脑子飞快地冷静下来，对付他们攻心未上。大哥，我知道你们是受谁指使的，你这笔生意不划算呀，你们糟蹋了我，我转头就去警局报警，除非你们杀了我。杀了我，那人给了你们多少钱？你们能替他杀人？杀了我，你们下半辈子还得过着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生活。我看着这几人都不动了，我继续说道：这样吧，你们明天就给收买你们的人说，你们完成了这事，我这边额外给你们好处，让大家挣双份的钱。你们箭在弦上，也不能不发呀。你们现在找收买你们的人，他绝对不敢报警，挣这双份的钱还能爽快一回，这不香吗？8、9不离10是郑姿霞找的人，郑姿霞就在旁边的巷子，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我们俩，你们选吧。要是来我这儿，我是铁定要报警的；要是去他那儿做了，可是白做，他绝对不敢报警。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吧？大哥，这丫头说得对，你看她浑身也没有4两肉，不如郑、满子、住口！看他们已经开始动摇了，我赶紧从包里掏出我新发的工资，整整90块。一个黑脸大汉从我手上拿过钱，这丫头可大方多了。那个小婊砸才给咱们35，恶心谁呢？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趁他们争论的间隙，我赶紧一溜烟跑了。我跑了，后面的郑姿霞就没那么好运了。听说被那几人整整折腾了一夜，第2天被路过巷子的人送到医院，下体撕裂严重。郑姿霞，你给我安排的情节，我原封不动还给你。老天爷，我这时候才相信您，真是恶有恶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样的郑姿霞，方山那样大男子主义的人，想必这辈子不会再要他了。正想着，看到方山站到我们银行门前，
右手的绷带已经没有了。彪哥下手还是太轻，这要是我下的手该多好呀！阿锦方山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想必是天天夜班熬的他好久没有好好休息了。你有事吗？阿锦，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我知道自己错了，你别生气了。方山，你凭什么以为我在生气？我没有生气，我们只是分手了而已。阿锦，不可能，你那么爱我，怎么可能会跟我分手？方山，你不要再异想天开了，我何曾爱过你？以前只不过是玩玩。周瑾，你说什么？这不可能，何止不曾爱过你，连喜欢都没有，最多只是想逗弄你罢了，你还当真？真是可笑。看到方山被气得全身发抖，我浑身舒畅。方山，上辈子为你省吃俭用，为你缝补，到头来你为了别的女人一掷千金，把挪用的公款都给郑姿霞，把一屁股债留给我。世上真找不出比你更杂种的人了。再来一次，我现在这样已经算仁慈了。阿锦，我错了，我们从头再来。以前是我不对，对你不够关心，我认识到错了，今后我一定好好对你。阿锦，你回来吧。方山，以前只是对你好奇罢了，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一丝一毫都没有。周瑾，我不相信，以前的种种都是假的吗？不是假的呀，是我玩玩而已。方山，迟来的深情比草贱，不管你怎样，这辈子我都不想再和你有一丁点交集了。几天没有郑姿霞的消息了，只是听说那晚过后，厂子里的人就都知道了，他在厂子混不下去，已经辞职了。我正在想我是不是太仁慈的时候，老天爷就告诉我，我确实太仁慈了。陈醉哥，这是我亲戚给我寄来时装书，上面都是深圳最流行的样式，给你看吧。这娇滴滴的声音，不是郑姿霞又是谁？陈醉正在埋头算账，没有出声。郑姿霞又来了，陈醉哥，你这两个人是不是忙不过来呀？你要是忙不过来，给我说一声，我随时来帮你，我快有了。只见陈醉不慌不忙地抬说道：“郑大姐，杂志我家里多的是，至于人手吗？忙的时候，我家阿锦会来帮忙的。你要是来，可没有工资的。”哈哈，陈醉，真有你的！看着郑姿霞的脸绿一阵白一阵，陈醉，你真是对茶达人啊！郑姿霞绿着脸跑出来，看见我，脸上立刻升起一股恨意。周瑾，我有今天都是你害的，我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都这时候了，还甄嬛传呢？别说这个，我也会啊。姿霞，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你要是说那个晚上的事，我可以解释的。周瑾，他们明明是冲着你来的。姿霞，那伙人是受人指使的，我就说让他们去找指使他们的人泄火，反正花钱指使的人也不敢报警。没想到你就遭了殃。说到这儿，郑姿霞明显慌了，我再加一把劲儿。姿霞，该不会指使他们的人就是你吧？听到这话，郑姿霞的态度一下子软了下来。阿锦，你说什么呢？都是误会，你跑了，他们只能在我身上了发泄了。听着这话，我假装同情。姿霞，你要是报警，我给你当证人，一定把那伙人抓进牢里。郑姿霞满脸愤恨，又无可奈何，我气哄哄地走了。不过郑姿霞跑到陈醉这里，这是改变对付我的策略了呀。上辈子找方山，这辈子开始找陈醉了，合着你2辈子专坑我一个人呀。打发了郑姿霞，我进到陈醉店里。阿锦，你来了，我刚想去找你，你就来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阿锦，我在东街口那边买了一套房子做我们的婚房。这个年代结婚是不看房子的，因为大家都没有，
没想到陈醉头脑还挺超前的，知道结婚买套房子。陈醉，我还是觉得你跟刘英最合适了，我们当朋友就很好。阿锦，现在反悔可太晚了，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不合适？我总不能说上辈子你是和刘英结婚了，我不想破坏你的婚姻。我们血型不合适，身高不合适，胖瘦不合适。说完我就后悔了，这个理由也太尬了。果然陈醉扑哧一声笑了。阿锦，要不然你试试我们绝对合适。妈呀，陈醉这是在开车吗？这可是90年代，要是被警察叔叔听到，会不会把他当流氓抓起来呀？我脸瞬间红了，没有理会陈醉。陈醉，我们还是冷冷吧。这2个月，我对银行的工作渐渐得心应手了。虽然做的是最基本的柜员工作，但我还是很开心，因为走方山的路，让方山无路可走的感觉真好。小周，这有一笔汇款，今天务必完成。好的。王姐，看着王姐递来的汇款信息，我愣了，这不是给方山的汇款吗？金额还不小，3000块，在这个月工资几十的90年代，3000可是一笔巨款了，谁会给方山汇这么多的钱呢？看到落款人张桂平，上辈子方山除了是银行行长之外，还在外面和张桂平做了点生意。方山主要是投资，张桂平负责经营，不过那是10几年以后的事了。怎么这辈子张桂平不仅提前出现了，还给方山投资了？虽然不知道方山想做什么，但我有一个宗旨方针，方山想做的我都要破坏。对付方山这种大男子主义的人，没有什么比事业的失败更诛心了。通过好几个同事，终于打听到张桂平的信息。我请行长组了个局，请张桂平吃饭。张桂平知道是他经常办业务的银行的饭局，自然屁颠的来了。席间，我装作不经意间透露，我认识方山，这可引来了张桂平的兴趣。周小姐，你认识方山呀？方山这人怎么样？我最近正好要和他做一笔生意。张老板，这怎么说呢？咱们都是自己人，我就把我知道的告诉你。我和方山之前在一个厂，他还是我的前男友。方山就是个诈骗犯，他骗我说要做生意，我给了他足几百块钱，什么做生意他都用来挥霍了。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分手的。哦，对了，据我所知，他还骗了好几个朋友的钱，但凡是认识的，没有愿意借他钱的。妈的，这小子，我就觉得他说的不靠谱。他让我投资买1块地，在地上建超市。别说，方山这小子人品不咋地，眼光还不错，大型商超，未来足够赚钱。但我的宗旨是啥？方山想做的我都要破坏。张哥，您可要想清楚，做生意合伙人最重要了。3000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要是又被方山骗了，可不值当的呀。您要是觉得商超可以，您自己干呀，干嘛要跟他一起呢？风险太大。听到我这么推心置腹，张桂平也说：对呀，妹子，你说的太对了，我完全可以自己干。方山一个纺织厂的工人，他又不懂这个，我完全可以自己干。妹子，啥也别说了，我得多谢你，要不然我也可能被方山卷钱跑了。今天这顿饭我请了。行长一听，行啊，小周，你是咱们所的人才呀。几句话，一顿饭解决了，啥也别说，打击方山的感觉真不错。回家的路上路过陈醉的服装店，陈醉哥，这个是摆在这里吗？我看着说话的人，郑姿霞还真是有一股坚持不懈的劲儿呀。其实我也闹不明白，郑姿霞不是应该跟方山死磕吗？虽然郑姿霞已经不清白了，但她完全可以像贴陈醉这样往方山身上贴呀。就因为我
他就又转移目标了。这时陈醉出来了，看着他手里的海报，就贴这儿吧。郑姿霞站在梯子上贴，陈醉给他递胶带。郑姿霞一定是故意的。今天她穿了一件短裙，露着白嫩的双腿。陈醉在下面扶着梯子，郑姿霞的腿，陈醉的脸，这是要贴上了呀，勾引人。郑姿霞专业呀。陈醉看到我，脸上像开花了一样。阿锦，你怎么来了？陈醉说着，已经离开了梯子。郑姿霞整个人都要气疯了。这么经典的名场面，就这么被我破坏了吗？陈醉，你不是说买了婚房吗？我们去看看吧。阿锦，你想通了，走，我带你去。不得不说，陈醉选的房子果然不错，在城中村，有一个院子，3间屋子，看得出来，陈醉已经把这里都修葺了一遍，还种了许多花花草草。陈醉的工作做得挺到位啊，还知道我喜欢花。陈醉把我拉进屋，阿锦，嫁给我吧。陈醉，我只想来看看你新买的房，可不是要嫁给你的意思。陈醉一脸我懂的表情，我知道，我也没说要你现在嫁给我呀，我只是要给你看看我为你准备的。了解一个人，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怎么办？这样的陈醉，满心满眼都是我的陈醉，太吸引人了。可我是个50岁的老阿姨了，怎么会心动于20岁的小奶狗呀？周瑾，我们打个赌吧。什么赌？赌你会不会嫁给我？这输赢不是全在我吗？陈醉，这得有个时间限制吧，要不然一辈子也分不了输赢。那就赌2年。好，阿锦，赌注的有点彩头吧？说得对，你要什么？一个吻。陈醉一脸郑重地说，阿锦，要是你没有嫁给我，就当是留给我的一点想念吧，我觉得好像掉进坑里了。陈醉，你稳赚不赔呀，即使咱俩没在一起，你还能赚一个吻，怎么都不亏呀。可是我不想要你的一个吻呀，我要……陈醉说了什么我完全没有听进去。我现在脸发烫，嘴巴发干。50岁的老阿姨居然被一个20岁的人聊到了。陈醉真是天生的生意人，他的服装店已经盘出去了，转头接手了一家小型的国营棉纺厂，聘请了从深圳来的2个设计师。没多久，生产出的服装就销往周边各地。陈醉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了。陈醉不仅在哪个时代都是最亮眼的星，可我现在配不上陈醉了，因为我现在臭名昭著了，托郑姿霞的福，现在全行都知道我甩了前男友，而且郑姿霞每次宣传的版本都不一样。王姐听到的是我水性杨花，见异思迁，新男朋友太帅了，甩了前男友。小刘听到的是我嫌贫爱富，前男友太穷，所以甩了他。总之，现在全行都知道我甩了前男友，我不是什么好人。陈醉就别想了，我这名声铁定是配不上陈醉了。无他，只因现在是90年代，名声臭大街了。就算陈醉愿意娶我，陈醉的家里一定不愿意。我躲了陈醉3个月了。陈醉前途不可限量，况且陈醉是上辈子唯一对我伸出援手的人。虽然我早就不在意这些流言蜚语了，但我不想陈醉一直受人白眼。和陈醉还是算了吧。但郑姿霞散播我的谣言，我也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没多久，不仅原来整个厂子都知道郑姿霞在巷子里的事儿，连整个市都知道棉纺厂出了个破鞋。有仇必报的感觉真好。没过多久就听说郑姿霞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已经打包回了他们老家，估计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了。一切都好像回归正轨了。阿锦，你也不谈个对象，每天就知道工作。转年你都24了，得赶紧找个对象。
妈呀，这不是跟我当年催婚我女儿如出一辙吗？但我现在才是彻底看开了，一点都没有大龄剩女的焦虑，一心只想好好搞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被婚姻世俗的眼光束缚，舒舒服服恣意地过完这一生，不枉老天爷重新安置我一回。可我就是想对我妈妈，你说的对，你倒是给我找个好对象呀。对了妈，要有房的，要有轿车的，要月入上千块的。周瑾，你可真敢提。我妈一副看笑话的表情。好，我妈对我也爱答不理了。不过我最近的心情着实很好，因为又破坏了2次方山创业。最近半年，好多国营大厂都陆陆续续倒闭了，棉纺厂也不例外。方山想以低价买下，但这种好事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于是撺掇陈醉买下了我们棉纺厂。方山又看中了一块地，想联合本市的几个老板搞房地产。但我的宗旨是什么？于是我说服爸妈拿出所有积蓄，和张桂平联手拿下了那块地，现在已经破土动工了。再见方山，他正在一个小学门口摆摊卖袜子，对着校门口的家长们极力地介绍着自己的袜子，一脸谄媚。要不要向教育局或城管举报有人在校门口乱买东西呢？那必须的，哈哈。心情不自觉的又好了好几个度。刚回到家，我妈一脸高兴。周瑾，你王姨给你介绍了个对象，你要的条件都满足，没搞错吧？条件都满足。我一脸不可置信。有房，有轿车，有月入上千块。是，妈呀，当时只是随口一说，我王姨真行，这条件都能给我找得到。第二天，我妈就带着我开始捯饬，买了一件连衣裙，做了个头发。周瑾，晚上好好相亲，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妈恨铁不成钢地叮嘱我。晚上来到饭店，妈呀，跟我相亲的人居然是陈醉。陈醉看到我，仿佛早就知道似的。阿瑾，你说的条件我都满足，考虑考虑我呗。陈醉，刘音喜欢你，你知道吗？你们才是最合适的。陈醉扑哧一声笑了。阿瑾，忘了告诉你了，刘音上礼拜已经结婚了，刚领证，下个月摆酒。摆酒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何时？怎么可能？上辈子陈醉和刘音才是一对。阿瑾，别想那么多了，刘音已经结婚了，这辈子只有你跟我了。等等，陈醉说什么？这辈子？难道陈醉也是？陈醉，你说这辈子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呀。你说这话肯定有意思。那阿瑾，你嫁给我，嫁给我，我就告诉你，我脸瞬间红了。无论如何，不管怎样，陈醉，这辈子有你真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